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延续盘头马的棋局变化，再次为大家介绍车马炮组合杀法。可以说，车马炮组合灵活多变，攻杀犀利，一般对手很难防控。红方跳马，黑方冲卒；红方中路进攻，黑方乘势补后中路；红方起横车，黑方两头蛇，提前活通马路；平车占据内道线，锁住将门。黑方选择飞象，既补后中路的同时，将来准备出贴身车。此时红方马7进5，当然为什么没有走马3进5形成盘头马呢？这个原因呢，有兴趣的棋友可以把上一个视频内容结合一起观看一下，就能够找到答案。此时黑方快速出车，就要跟红方来对，红方当然是不对的，车1进1。即便是对的话，我依然是平车占据6路的内道线，锁住你的将门。黑方眼看不成，选择上马。此时红方冲兵破坏阵型，黑方无可奈何，选择上马交换，红方吃掉。他的小小心思就是交换完毕之后呢，冲卒吃掉兵，以免红方中路兵形成威胁。此时红方进炮打掉卒，摆起当头炮。典型的铁门栓阵型，下步棋你不吃我的话，我就要吃你的呀。进炮想拔掉红方当头炮，当然还有炮8进1，将来平炮反架当头炮。红方干脆果断，直接给你打掉，黑方上马吃掉。这里黑方稍微占了一点小小的便宜，拔掉了红方当头炮，同时走到马7进8，提前活通马路这一步棋。那红方简化局势，进车吃掉黑方。前面一局我们讲了退式吃车的变化，本局我们为大家分享平将吃掉的变化。此时红方抓住机会平车过来一将军，那现在他有平炮也有进将的变化。我们本局只看他平炮的变化。此时红方上马，这步棋上马将来既有向前进攻，同时也是为了防止黑方走到马8进7这一步棋，不让你跳马。即便是你跳马，也要跳个边马。那红方平车，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，我们来看看红方如何进攻呢？显然呢，形成了一个牵制，把车给搞起来，下一步棋摆上炮，这里就形成一定的抽。黑方现在选择先上马吃掉兵，这步棋可以说感觉他没有防守，实际上他并不着急红方摆炮，因为这样走的话，他将4平5。现在如果说你进炮打掉，乘势吃掉，进车一吃，将来大家都是车马对车马，反而他这步棋有一定的小小的进攻，这个战线将会拉长，所以说他在这里走得非常放心大胆。那红方也不会跟你主动交换，因为这样的话会拖的时间太长，选择摆上当头炮，顺理成章。那现在很明显要吃黑方这个炮，黑方既有出将，也有把炮走开。我们来看看首先说明他现在比较顽强的就是退炮或者说出将，当然也有进车的变化，比如说把炮走开，这是一个眼光招。因为你走的话，红方平车，很明显这个炮还不敢让，进车就是典型的铁门栓杀。最为顽强的就是依然是摆回原位，但是这样的话帮助红方多走2步棋，进车一将军只能退炮，接下来一上马杀棋，无论是挂角还是卧槽，黑方都是这个车鞭长莫及，赶不到防守。好，我们回到这里，由此可见呢，黑方这个炮还得要小心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，他顽强一点的就是把炮退回去。那此时红方又该怎么进攻呢？这里红方走得非常的犀利，平车吃掉边卒，实际上看起来是贪吃，但是这步棋的真正含义就是为上马腾挪让位。一旦走到马4进6这步棋的，黑方将难以抵挡。那么接下来他有进车，赶快把车走出来进行防守，因为红方这个当头炮太厉害了。当然也有炮4平3，炮4平2，提前为将5平4做出一个让道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变化，
比如说他在这里进车，那红方依然是上马。好了，他现在怎么防守呢？如果说走这步棋的话，跳马卧槽，将来退车回来的话，那这里挂角就是个杀，而且中路他还来不了啊，补后不了中路。那顽强一点的就是品车占据6路内道线，此时依然是难逃一劫，上马一将军只能进炮挡住，典型的铁门栓杀棋。好了，我们再次回到先前的这个局面。当然呢，他退炮完毕之后呢，红方平车吃掉边卒的时候呢，前面是进车的走法。那么在这里他还有把炮走开的变化，实际上这个走法都是多余的，因为红方依然是这一步棋上马，你现在怎么走呢？仅此一步出将，因为挂角的话就有杀。现在比如说出将，那很明显平炮一将军只能，如果说进去的话，很明显跳马卧槽的话再出来平车就是杀。所以说当前局面最为顽强的就是选择乘势，但是这个马的变换呢非常的灵活，跳马一挂角，这里炮将了军，老将进不去，只能选择退势。接下来平车同样是个杀，你乘势的话依然是进车直接吃掉。我们回到当前局面，那红方摆上当头炮的时候呢，黑一方最为顽强的就是将5平4。如果说红方再次炮5平6的话，这里来来回回显得多余。那红方比较犀利的就是依然是平车杀掉边卒。这步棋的目的很明确，将来进车把老将请上2楼。实际上当前这个阵型无论黑方怎么走，红方只要攻杀犀利的话，黑方将难以抵挡。因为车马炮3子已经非常的有优势，而且黑方最大的缺陷就是这一块没有任何子力防守。那么好了，当前棋局的走法有很多，但是我个人认为最为顽强的就是退象，相对比较简单的咱们就不做过多的演示。退象的话，如果说红方进车底线的话，黑一方选择再飞象，那么这里形成连环实际上也是来不及，因为红方上马可以直接强行吃象，吃完之后下一步棋平车砍象，会把老将依然请上来。那么当前局面如果说进的话，那肯定这个棋也是不太合适，起来车也是顽强的走法，但是平车一吃的话，老将上2楼，此时平炮再将军怎么走呢？无论是你进炮打掉还是把炮走开的话，咱们都是回马再来一将。那么接下来相信棋友们一看这个棋局变化就太过简单了，无论是乘势还是平炮还是平车，相对而言黑一方已经被红方拿下底线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棋局相对而言比较简单，咱们就很多的车马炮组合杀法就点到为止，其余的走法留给棋友们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探讨和补充。